神秘女子在家过单身生活，可下一秒就地震来袭，甚至还有火灾造访。而救女子于水火之中的不是她的丈夫，而是一个幽灵。听说静香今晚要独守空房，大雄超担心的。可胖虎二人却认为爸妈不在，简直爽翻天。就连静香自己也超期待。大雄恨不得留宿静香家，可静香嫌弃大雄不是人类高质量男性，大雄只能出狠招。火灾、地震、小偷、幽灵说了个遍。看着大雄欺负美女，虎父二人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蓝胖子听了更是笑成了250斤的胖子。可地球这么危险，蓝胖子还是拿出了看不见保镖。所谓看不见，就是真的看不见。蓝胖子拿出天黑手电筒，这才让大白显了真身，连忙给静香送去，也不管静香要不要，反正男人就要这么强硬。霸道总裁大雄让静香莫名其妙。回到房间，总感觉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自己。这时黑衣人上门推销产品了，这产品厉害到一勺能盛3碗饭。可眼前谁都没有，下一秒还被请出家门。看着姗姗来迟的静香，两人吓得以为遇到了女超人。蓝胖子在家看人猿泰山看得手舞足蹈，可大雄却悲伤逆流成河。此时的静香是否会因为太想自己而独自流泪呢？大雄直接哭成了泪人。静香点了份超爱的红薯，可大雄却茶饭不思。静香给老妈报了平安后，开始了超期待的单身生活。打开电视看着深夜节目，还有着零食饮料无限畅享。再看大雄，担心的竟然都失眠了，拉起蓝胖子就要去查房。蓝胖子无情拒绝，可能毕竟是未来嫂子。蓝胖子兜里还老拿出不靠谱的二手道具，这能让大雄安心吗？蓝胖子只好掏出任意门，可大雄这个老司机直接来到静香家的浴室，悄悄潜入，发现静香正在过夜生活。两人继续深入，竟遇到了大白。本以为是队友，可大白却是个六亲不认的。觉察到异响的静香出来查看，却无果。殊不知两人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。大雄觉得大白这智商跟自己有一拼，这能保护好我未来媳妇儿吗？蓝胖子只好拿出灾难训练器，给静香来了波地震。大白直接把静香扔到桌下，待地震安稳后，拎起静香，穿越重重障碍，带到了空地避难。给静香整的都以为自己在梦游。着凉的静香想泡澡，可水早就让大雄给放光了。地震测试完了，大雄还想来点火试试，瞬间客厅起火。正在洗漱的静香又被大白风驰电掣的一波送走，就连消防员都给叫来了。这下静香更蒙圈了。看到大白这么给力，大雄总算放心了，就让大白代替自己这个未来老公来暂时守护静香。看着大雄这般体贴，蓝胖子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未来的两人一定会过上没羞没臊的美好生活。静香正在泡澡，雾气中却现怪影，静香吓得摔倒，却被空气腾空抱起，给静香吓得够呛。气到老爸老妈赶紧回来，刚关掉灯，静香就哑麦呆住了。这绝对是幽灵没跑了。蓝胖子仿佛听到了静香的呼救声，可静香不是有大白吗？大雄才不担心呢。那么蓝胖子的百宝袋里还有类似于保镖的道具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如果事事都可提前预知，让你从此走上人生巅峰，但却需要你每天打扮成天线宝宝，您愿意吗？看到天上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大雄刚要许愿，却没想到是个悲剧，把大雄贴成无法呼吸。蓝胖子开启教育模式，哟，走路要走人行道，不准追逐和打闹，一半二看三通过，横穿马路可不行。大雄越听越火大，沉默不代表我好欺负，人无完人，谁能无过呢？蓝胖子只好掏出预感天线，只要带上它，万事提前知。天线一阵哔哔后，蓝胖子的身体自己动了起来，拿出枕头，正一头雾水的时候，天敌出现了。蓝胖子嗷的一嗓子，大头落地，还好有枕头护体，才保住了蓝胖子的铁头。大雄觉得这是小孩子的玩具，在蓝胖子的苦口婆心下，大雄总算戴上了。这时老妈喊大雄，天线显威力。大雄走到桌前，从盒子中取出耳塞戴上，才来到老妈面前。老妈上一秒还和颜悦色，下一秒就怒气直拉满。可大雄有了耳塞的加持，再也不怕被妈妈说教了。尝到甜头的大雄决定把天线佩戴到天荒地老。这时大雄决定要去给静香还书。天线指挥着大雄拿了报纸扫帚，接了桶水，再加上笔和口香糖。大雄觉得这非主流造型自己可能会社死。蓝胖子塞好书，大雄就出发了。大雄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正好碰到不爽的胖虎要当一拳超人。
大雄嗷的一嗓子玩命逃窜，眼看无路可逃，就要接受拳头的洗礼。报纸中的海报救了大雄一命，原来是陆木匠要在车站办签售会，大雄总算逃过一劫。刚走2步，天线又发出指令，让大雄把口香糖一口造了。此时财大气粗的小夫因为区区100日元，便一棍超人。一听小夫说谁捡出来归谁，大雄的口香糖就派上用场了，配合着扫帚成功取出，二话不说就换成了饮料。小夫可不允许大雄白嫖，这大雄也不亏，毕竟喝了一口不是吗？来到媳妇家还了书，可水桶到现在也没用上。大雄一脸疑惑地往家走，却被小轿车泼了一身水。这下水桶里的水终于派上用途了，车主下来道歉，大雄刚要开启满级咆哮，可一看来人，这不是陆木匠吗？大雄瞬间春心荡漾，拿出笔求了签名，迈着求偶的步伐回到家，迫不及待地跟蓝胖子展示。可这签名的地方，蓝胖子虽是无语，但不妨碍他对着水桶发骚。这时楼下的老爸一声呼唤，天线又发出指令，让大雄在洗衣机中拿了皮带。果然老爸求的就是这根皮带。听说宝贝儿子人在江湖走，全靠头上线，老爸也想尝试一下。天线让老爸拿了望远镜、裤子和饭盒，虽然莫名其妙，但信天线得永生，拿着准没错。老爸也是个冒失鬼，刚出门也被车泼了脏水，只能这样去见老师了，还好自己带了备用裤子。老师对老爸头顶的天线很好奇。这时师娘说外面浓烟滚滚，众人来到阳台，老爸掏出望远镜，原来是有人在吃独食。做客带望远镜也是神操作了，两人正在商业互吹。师娘又拿了自制点心来，一听老爸直夸，哎呀咋这么好吃呢？师娘就想给老爸打包点带回家，老爸嘴上说着那多不好意思啊，手却诚实的递上了饭盒。老爸这下丢人丢到银河系了，道具虽好，就是有点坑爹啊！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颜值过硬的静香成了人人画作中的女神。这场关于静香的争夺赛，明明大雄用画作征服了静香的芳心，为何最后却人人喊打呢？数学老师的作业竟然是画喜欢的事物，这样奇葩的作业都给大雄愁傻了。小伙伴们更是期待大雄的杰作，心事重重的回到家，也不管250斤的蓝胖子有一颗减肥梦，就想讨个道具，但蓝胖子一口拒绝。少年强则国强，大雄只能靠自己。大雄一路寻找，只想画简单的东西。狗子虽可爱，但动来动去对大雄来说太难了。建筑工地虽然都是四方形，可过于复杂。这时叔叔来串门了，看着与时俱进的街道，叔叔开始怀念过去，但大雄要去写生，只能让叔叔先回家等着，毕竟还没收零花钱呢。这时大雄有了个好想法，那就是画媳妇儿。迈着求偶的步伐一路狂飙，就发现学霸跟自己的想法如出一辙。大雄还没反应过来，小夫带着法国高档素描本也来求模特了。静香真是受宠若惊，害羞地坐在公园长椅上等待被画。学霸一脸认真，大雄贼眉鼠眼，小夫配合着法国高端铅笔一阵风驰电掣。胖虎最先完成这画作，不能说跟静香毫无相关，只能说更像女版胖虎。小夫的画作更是把静香的头发画得棱角分明，毕竟小夫可是鉴赏过不少名画的富二代。此时学霸也完成了，画出了静香贤妻良母的韵味，就连最爱自夸的小夫都自叹不如。此时大雄成了焦点，看着4名大汉如狼似虎的要看自己的杰作，大雄自知会当场社死，玩命逃跑。这画作绝对会让大雄住孤生。刚回到家，就看到老爸跟叔叔在绘制小时候小镇的地图，可毕竟年代久远，有点记不清了。两人都认为自己记的顺序是对的，一言不合发展成揭短大赛。什么在认识老妈之前你还有9个女朋友，什么大雄的笨都是随了你，这俩小家伙都看傻了。蓝胖子赶紧回房间，拿出了随时随地素描套装，火急火燎地调出地图，然后不停放大找到了小镇。再把时间调回30年前，一声大喊，拿起画笔就在素描本上画了起来。这画作完美的简直就像照片一样，拿到老爸两人面前，狠狠地打了两人的脸。原来两人都记错了，不得不感叹岁月催人老啊。大雄偷偷潜回房间，还不忘吐槽蓝胖子有道具不给自己用，决定用画征服美人的芳心，拼命回想操作，照葫芦画瓢，风驰电掣般一顿乱操作，手竟然自己动了起来。画了幅剧场版的哆啦 A 梦，原来是时间调错了，重新设定时间，就画了幅老妈吃独食，现场抓获老妈吃独食的行为，成功获得了美食。
再次调整时间地点。这画作看得大雄气血旺盛，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嘛。再次调整机器，顺利完成大作，火急火燎出了门，来到静香面前。此时小伙伴们已等待多时了。大雄故作神秘，缓缓打开画本，这出神的画作把虎虎把人都看傻了。静香更是觉得不是真爱绝对画不出。大雄刚想自吹一波，风吹起了画角。一听静香要翻看其他画作，大雄觉得要注孤生了。蓝胖子回到房间，看大雄又乱用道具，拿出备用本一顿素描。那么小伙伴们知道大雄到底做了什么惹怒了静香呢？